之夜，寓意美好。5B，皇上把负责此次宴会的陈大人叫上台，当即打赏了他。下面一群大人立刻山呼皇上英明，福佑大储。皇上笑着伸出手朝下压了压，示意大家不用喊了。陈大人得了赏，千恩万谢的下去了，忙招呼下一个节目上场。我被第一个如梦如幻的七仙女下凡的舞蹈迷住了。对于陈大人这么个看着已经有一把岁数了，却还这么有浪漫情怀的人，深表佩服。第30章表演。第二个节目是旦角的武打表演，此人长得干净利落，打起舞来也如行云流水般出手迅捷，丝毫不见累赘之感，台下一片叫好声。我看得目不转睛，心生佩服。看到皇上也摸着下巴微微含笑，想必对这个节目也很满意。2个节目结束，我对这个陈大人排的节目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刚柔并济，侠骨柔情，是我对这2个节目的最大的感觉。陈大人果然很有一套。至于第3个节目，我不看也知道该唱戏的上场了。这古代大型宴会中有哪次少得了唱戏的环节？就像我们现代的各种晚会，没有小品可以，没有唱歌就不像晚会了。台上咿咿呀呀的开始唱了，而我最没兴趣的节目也登台亮相了。我拿起桌上的果汁，漫不经心地喝了起来。刚喝了几口，一个太监走到我面前，低声说：“小姐，陈大人要奴才通知你，接下来那个节目就是你了，你准备一下。”这么快就轮到我了吗？不过想到能在自己没兴趣的节目后面表演，倒也让我定心，不会心痒难耐的要看节目了。于是点点头，拉起红儿：“好，你带我们去后台吧。”他躬了躬身，做了个请的姿势：“小姐，请随奴才来。”一路尾随着他，穿过热闹的大厅来到后台，没想到后台也是热闹非凡，人来人往。我居然一眼就看见了刚才在台上表演武打的旦角，当即心中佩服之情油然而生。刚想走上前去跟他打声招呼，身后一声适时的悦耳生生定住了我的脚步。我转过身，看见一身太子朝服的上官玉不知何时站在了我的身后，眼中带着意味不明的光芒。我愣了愣，走过去：“你怎么在这儿？”他没有立即回答我的话，而是朝那个旦角看了一眼，眼中的怒意一闪而过。我霎时感到一股强烈的戾气擦着我的脸颊显显而过，眼皮蓦地一跳。我赶忙拉过他的手，顺势让他的注意力移到我这边，用温柔到能渗出水来的声音又问了一遍：“你是不是特意来后台看我的？”闻言，他收回了定在旦角身上的视线，慢慢回过头看向我，避开这个话题问：“你怎么还不去准备？”他这话一说，倒是提醒了我。台上这唱戏的快结束了吧？我还傻愣愣地站在这儿，让谁给我的节目安排在唱戏后面的一番心意全白费了。我点点头，拉起红儿，忙吩咐太监们把该搬的东西搬到台上去。只见众人合力将我需要的道具一样样搬上去，然后又用幕布盖好。几样道具准备停当，我和红儿站到台边，等着唱戏的结束。红儿拽紧了我的手，有些哆嗦：“小姐，奴婢紧张。”“别怕。”我拍了拍她的手，低头看了眼台下。也难怪她会紧张了，台下林林总总约要坐了几百号人。皇上皇后仪态端庄地坐在主位上，皇子皇妃公主们更是一溜烟地排成一排坐在两侧，文武百官随之坐在他们后面。人数来得之齐全，的确让没有见过大场面的红儿吓得有些不知所措。我虽然也有些紧张，但是想到上官玉会在身后支持我，心中竟奇迹般的慢慢平静下来。我想到刚才忙着让人摆道具，完全忘了上官玉的存在，急忙转过头去看他。幸好他还没走，正站在旁边同陈大人说话。看见我看他，问道：“东西摆好了吗？”第30章表演2。我点点头，他哦了一声，走过去道：“我去看看。”我嗯了一声。上官玉一走，陈大人没了说话的人，笑着朝我走过来，还给我行了个礼。我吓了一跳，于情于理他都是我长辈，怎么反倒给我行起礼来了？我赶忙回了一礼：“大人客气了。”陈大人看了眼去检查道具的上官玉，慢慢点了点头说：“顾小姐真是好福气，
殿下对小姐这么好，还特意跟下官说小姐不喜欢看唱戏，让下官把你的节目安排在唱戏后面，这样你才好安心准备。接下去他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耳边不断回响着那句，还特意跟下官说小姐不喜欢看唱戏，让下官把你的节目安排在唱戏后面，这样你才好安心准备。他竟这么细心吗？知道我要是看到喜欢的节目，肯定会心痒难耐，所以特意让陈大人把我的节目安排在我不喜欢的后面，这样好让我一心准备。我说怎么有这要巧的事，正好给我安排在唱戏的后面了，原来是他在前面帮我铺路啊。一股感动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朝他走去，正好碰到他看完了道具转过头来，见我眼中带泪，一副渲然欲泣的样子，忙着急地走过来，扶住我的肩问道，怎么了？刚刚还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哭了？我抬起头，隔着模糊的泪眼看向他英俊的脸颊，心中的悸动更深。我克制住哽咽的喉咙，哑着嗓音道，谢谢你。对于我突然的感谢，他完全摸不着头脑，茫然地看着我。我咬了咬唇，又说道，谢谢你对于我付出的一切。这么久以来，我从没有把你对我的好谢过你，今天我一定要谢谢你。谢谢你包容我的一切，不管是我好我坏，是任性还是调皮，甚至捉弄你，你都包容我。月儿。上官玉被我的样子吓坏了，无措地擦着我的泪，眉头皱着紧紧的。你干嘛这么说？我从来没有计较你。可是我经常只顾自己高兴，以整你为乐，你都不生气。我想越觉得上官玉的脾气太好了，不管我如何对他，他都从来不会生我的气。因此我也越发觉得内疚，好像什么都是他在为我做，我没为他做过什么。好了，月儿，你今天是怎么了？干嘛说这些话？我什么时候为这种事生气过了？快别哭了，乖，听话。上官玉无奈地替我擦着眼泪，柔声安慰我。我心中难过，听着他口气温柔地哄我，心里更是刺刺的痛，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10倍100倍地对他好。他不停地替我擦着不断掉下的眼泪，根本劝不住我，最后只好叹道，你再这样哭下去，待会顶着个兔子眼去表演吗？哭得红彤彤的，不就是兔子吗？上官玉，刚才我还满腹感动的泪流满面，现在被他的这句话一说，顿时觉得这个男人好可恶，被我整也是活该，谁让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用力擦了把脸，恶狠狠地推开他，拉起红儿，我要上台了。他挑了挑眉，看了我们一眼，问道，发泄完毕了？红儿扑哧一声笑出来，被我用力捏了一把，痛呼出声。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硬巴巴地回了一句，是。第30章表演3，台上的锣鼓敲得叮当作响，但觉唱完最后一句，花枪耍的人眼花缭乱地从舞台上翩然而下，舞台上刹那间暗了下来。因为魔术要制造神秘感，所以我要求把台下的烛光都灭了。好在皇上并不介意我的这个举动，宫女们把蜡烛吹灭后，他只是拉住了皇后的手，皇后朝他甜蜜的一笑，引得无数后妃们雷达般的恶毒视线。我打了个寒颤，幸亏是雷达般的视线，要是弓箭，估计现在皇后身上已经射出几个窟窿了。抛开突然闪过的念头，我见一切已经准备停当，便拉着红儿上场了。自从那天我决定表演空中飞人的魔术后，就决定让红儿做我的助理，因为红儿长得小，蹲在下面不容易被人发现。我拉着红儿的手走上舞台，面带微笑地先向台下的观众们致意。啪啪啪，3声响亮的掌声突兀地响起，众人都抬头往声源的看去，我也诧异地抬起头，看见刚才还和我在一起的上官玉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刚才的掌声就是他率先鼓起来的。皇上和皇后闻声也朝他看了一眼，眸中带了一些暧昧的笑意，跟着拍了拍手。我将这一切尽收眼底，不动声色地将视线转到上官玉身上，看见他定定地看着我，眸中闪着明亮的光。我收回定在他身上的视线，拉着红儿走到椅子前，牵着他的手转了一圈，摆出几个姿势。红儿刚开始紧张的浑身僵硬，根本无法微笑着面对观众，做出的动作好像被牵了线的木偶，
迟钝而木讷。我心中担心他紧张中出错，一边和他摆出姿势，一边趁自己背对观众的时候低声安慰他：别紧张，表演得好，说不定皇上有奖赏。红儿愣了愣，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有些不相信。我朝他笑了笑，拉着他走到椅子前。他紧张地盯着我，我轻轻捏了下他的手，朝他露出一个鼓励的眼神，示意他不要紧张。他用力咽了咽口水，慢慢从我手中伸出手，缓缓伸出玉臂，做出我教他吸引观众注意力的舞姿。我没想到镇定后的红儿表现力竟然这么好，只见她伸出白如莲藕的玉臂，白皙的手指旋转着转出一朵花的形状，纤细的腰肢如弱不禁风的蒲柳，却柔软的恰到好处。一曲一展间，将女子的风情万种、妖娆美丽彰显得如痴如醉。一段短暂的舞蹈被他演绎得出神入化，全场的观众几乎都沉醉在我安排的舞蹈中，甚至忘了这其实只是我开始魔术表演的前奏。红儿一路走着，来到早已准备好的椅子前，经过前面一段舞蹈的适应，她此时已经完全放松了，面带微笑地平躺到椅子上。此时众人的视线已经顾不得她只是一个婢女的身份了，全都追逐在她身上。我对众人以及皇上皇后全都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心里甚是高兴。可是突然瞥到上官玉眨也不眨地定格在红儿身上的视线，刹那有些气闷。第31章虚惊。这小子看到美女就两眼发直，何况我在旁边还敢这么看，难道我不是美女？我气呼呼地拿布盖到红儿身上，只露出头和半截腿。红儿朝观众笑了笑，实际上她是告诉大家她是真的盖在了布下，没有作假。接着她又转过头朝我笑了笑，我觉得她的笑容有些刺眼，勉强拉起一个笑容，不知道是不是比哭还难看。弄好了红儿，我拉起挂在我们前方的黑布，走到前面变了一个已经给上官玉变过一次的小魔术，将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到我身上，不去注意幕布在干什么。而趁着幕布降下来的时候，红儿会把早已做好的可以以假乱真的假人搁到凳子，然后自己隐藏在放头的位置上。我一边变着那个消失的铜板的魔术，一边朝上官玉看去。他接触到我的目光，对我露出一个心领神会的笑容，我没给他任何反应的就从他脸上一扫而过，暗暗估算了一下红儿应该一切准备停当了，便往后退去。临转身前，我看到上官玉霎时暗淡下来的眼神，心中冷笑，让你看着红儿看得目不转睛，自作自受。我走到黑幕旁，众人的视线重新被我带了回来，我拉开挡在前面的黑布，走回椅子后面。红儿朝我做了个我经常对她做的 OK 手势，我微微点了下头，心中暗喜，马上就可以忽悠台下的几百号人了，包括统治整个大楚的皇帝。便煞有介事地学着人家武林高手在练功时会吸气呼气的样子，慢慢吸了口气，再两手缓缓向上抬起，嘴里说了一声起。躺在椅子上的红儿竟然就不可思议地这么随着我的口号凌空向上升了起来。不待众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我又缓缓放下手，说了一声落，红儿又随着我的动作降了下来，还对着台下的观众露出微笑，示意自己一切正常。连续几次的上上下下，众人的眼睛已经瞪得如同铃般大小，几乎不敢置信地看着我。我得意地朝上官玉看去，发现他整个人呈呆滞状地盯着我，眼睛如502胶水一般粘在我身上一动不动。我哼了一声，这么看着我干嘛？又不是不认识我。我瞪了他一眼，不再看他。而手头几次降落后，我自知大家的好奇心已经被我足足地吊起，便微笑着拉起前方的黑幕，迅速将摆在椅子上的假人拿掉，红儿也立刻起身躺回去。两人的配合仅在几秒之间完成，而后我们相视一笑。我拉开黑幕，拿掉盖在红儿身上的布，红儿一切正常的从椅子上爬起来，朝众人恭敬地行了个万福。表演几分钟就结束了，偌大的前殿里安静的连根针掉下的声音都听得见。我听见自己略带期盼的呼吸声充斥着自己的耳膜，皇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愣了好一会后才拍了下手，大声叫了声好。底下的臣子们见皇上都鼓起了掌，
也都跟着陆续拍起了手。掌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热烈，皇上连连点头，不错不错，朕的准儿媳竟有这等本事，令朕大开眼界。是啊是啊，没想到顾小姐竟有这等灵巧心思。几个臣子顺着皇上的话说下去，马屁拍的是不着痕迹。我心中好笑，脸上却是保持着矜持的微笑，躬身向他们行了一礼，在掌声中拉着红儿往后台退去。直到退到后台，掌声才渐渐轻了下去。红儿拉了拉我的手，小姐，奴婢表演的可以吗？第31章虚惊2。我看到红儿期盼的小脸，想到她恰当的表演以及烘托力，点点头，很好，非常好。是吗？红儿没想到我非常肯定她的表演，脸上露出一个惊喜的微笑。我想了想，开了她一个玩笑，故作神秘地说，说不定你今晚勾走了几个青年才俊的心哦。红儿脸上一红，娇羞地喊了我一声。我心情顿好，大笑着转身去换衣服。等到回到席间，表演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不时有冲天的礼花腾空而起，在空中绽放出一朵朵耀眼的光华。我有些惊诧，没想到在这个时空的礼花制作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准，不亚于我们过年时政府放的那些巨大型礼花，颜色形状都是相当不错。晚会的节目精彩纷呈，大家看得如痴如醉。我虽然对节目也是满怀期待，肚子却是在这时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我下意识地抚上肚子，意识到中午在上官玉那里吃过饭后，就回到了沁霞殿陪娘聊天。刚才又去表演了魔术，晚会从开始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吃过东西，此时不饿更待何时？我想到这里，左右看了看，发现众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台上，没人注意台下的我，便抓起一块玫瑰糕往嘴里塞去。正吃得香，我不经意地抬头朝台上看了一眼，突然瞥到上官玉正一脸憋笑地看着我，双肩颤抖得厉害。我猛地被自己噎到了，他怎么又看见了？他的眼睛是长在我身上的吗？上官玉看到我看到了他，非但不收敛唇边的笑意，反而笑得更厉害，眉眼中带着如深潭般引人入胜的光芒。我看了2眼，决定忽略他的目光，此时填饱肚子最重要，顾了他的反应，我肚子就要受罪了，打肿脸充胖子这种事情我可不干。所以我将玫瑰糕咽下肚，拿起果汁喝了2口，又拿起一块芙蓉糕继续填我的肚子。2块糕点下肚，肚子终于饱了，吃饱后的感觉真是舒服。我满足地拍了拍手上的糕点屑，用手抹了抹嘴，抬头准备看演出，没想到上官玉的目光仍然交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刚才起就一直看着我，还是又是无意的瞥到，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对他露出一个笑容，轻轻拍了拍肚子，示意酒足饭饱之后的满足。他看着我心满意足的拍肚子，唇角向上勾了勾，留给我一个无奈的笑容，重新转过头去将目光放到台上。我无所谓的扁了扁嘴，估计我拍肚子的样子又要被他认为不雅了。夜已深，虽然穿了厚厚的棉袄以及大衣，但冷风仍旧吹得人背脊发凉。我缩了缩肩，正想着表演怎么还不结束，怎么着也该回店里守岁去了吧。天空羞羞地窜上一片礼花，众人发出一阵惊呼。我顺势抬头朝天空看去，只见漆黑的夜空霎时被礼花照得明亮，红黄蓝紫各色礼花在空中竞相绽放，每个人的脸上都被不同的颜色渲染，好似一只染缸。我被自己不恰当的比喻逗乐了，裹了裹身上的衣服。恰在这时，晚会也接近尾声，皇上宣布宴会结束，大家各行各便。我估计这天这么冷，老爹会让我们回家，便站起身朝他走去。第31章虚惊3。接近子时，各家各户都放起了鞭炮，在寒冷的冬夜显得格外清楚。因为我们离宫的时间比较晚，所以马车一路上赶得很急，好不容易掐着时间回到府里，屋外的鞭炮声震天地响了起来。不过奇怪的是，在这震天的鞭炮中，我居然困意四起，简单的洗漱后头刚挨着枕头就睡了过去。一觉睡得极沉，屋外的鞭炮声根本没能打搅我。我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隐约感觉有目光停留在我脸上，
女人的第六感一向很准，但是我困得不想睁眼，于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但是那道目光好像 X 射线般，更加强烈地定格在我身，让我如芒在刺，非常不舒服。我痛苦地纠结了一会，在那样的目光下实在无法安睡，终于腾的一下从床上坐起来，转过头去看肇事者上官玉。我吃惊的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下意识地朝窗外看去，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他怎么会出现在我的房里？上官玉见我突然爬起来，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后脸上腾的一下红起来。我不明所以的低下头，刚睡醒的脑袋蓦地清醒了。老天，你能不能让上官玉刚才的记忆全部消失？我怎么忘了自己睡觉只穿一件亵衣的习惯，就这么茫茫然爬起来，他刚才不是什么都看见了？我羞得脸颊绯红，赶忙用被子捂住自己的身子。上官玉的眼睛不停地东瞟西瞟，就是不敢看我。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结结巴巴地问了一句：“你怎么在我房里？”他嗯了一声，很白痴地问我，看到我是不是很惊讶？我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他这不是废话吗？看到这么个大男人出现在我房里，难道还觉得理所当然不成？他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话问得比较白痴，问完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杵在那里开始发愣。我心中叫苦不迭，这个笨蛋不会出去避个嫌让我穿衣服啊？他这么站着叫我怎么穿啊？我看了他一会，发现他根本没有这个自觉，只好咬了咬牙，红着脸飞快地说：“你出去一下，让我穿件衣服。”我话音刚落，上官玉脸上稍微退下去的红晕又浮了上来。我刚想问怎么了，他已经低着头开始解释了：“我是偷偷跑出来看你的，现在让我出去，不是被所有人都看见了吗？”什么？感情这小子是偷偷从皇宫里溜出来看我的呀？我想，怎么大年初一的大早上就看到了他？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他岂不是不能出去了？我只能再有他的房间里穿衣服了。见我脸带愠怒，他心知不妙，非常识相的摆摆手：“你别生气，别生气，我马上就出去，就算被人看见，我也绝不会看不该看的东西。”说着，他真的就往门口走去。我顿时吓了一跳，这个白痴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走出去，不光犯了偷偷出宫的罪，还要被按上私闯女子闺房之罪。他可以不顾及面子，我一个黄花大闺女，即使有现代人开放的思想，在这古代也不得不安分守己爱。想到这，我也顾不得待会穿衣服会怎么样了，连忙叫住他：“你别出去，回来。”他脚下的步子一顿，慢慢转过头来，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讲出的话却好像非常为我考虑。可是我在屋里，你怎么穿衣服？我咬了咬牙，恨恨道：“你转过头去，我让你转回来，你再转回来。”他挑了挑眉，好像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便含笑着踱着步走到窗前，背对着我。我伸手在他背后晃了晃，感觉他的确站好了，便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顺了顺气，才让他转过身来。第32章虚惊4。他的目光在我身上转了一圈，我下意识地抱住胸，警惕地看着他：“你干什么这样看着我？”闻言，他撇了撇嘴，收回目光，退开一步，语带笑意道：“放心，我还控制得住。”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顺手就拿起一个枕头朝他扔去：“不要脸！”他哈哈笑着接住，大摇大摆地走到我面前，将枕头放回我床上，皱了皱眉说：“我冒着生命危险跑来看你，你就这么对待我啊？”冒着生命危险？我差点没笑岔气，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才慢悠悠地说：“那你别来了，我可担负不起这个责任。”他彻底被我气得吐血，气呼呼地翻了个白眼，一屁股坐到我旁边，拿起我的杯子就咕咚咕咚喝了2口。哎，那是我的杯子，那又怎样？你讲不讲卫生？无所谓。我无语地闭了嘴，只能看着他将我的杯子喝了个底朝天，才慢声问：“你来我房里不会就是为了喝我的茶吧？”“当然不是了，我来是看看你。”“看我？”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昨天不是刚见过吗？昨天？
他叹了口气，昨天你一会哭一会笑，一会又朝我瞪眼睛的，看得我心里直慌张，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忍不住再来看看你，看看你到底是怎么了。说起昨天，他看红儿那眼神，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不过想到他今天一大早又不放心的跑来看我，好像昨天那件事也不是那么严重，或者说他2句也可以一笔勾销。于是我笑了笑，戳了戳他的胸，你这小子，昨天人家好不容易决定以后好好对你了，你却看红儿看得两眼发直，口水都快要流下来的样子，你说我能不狠狠瞪你吗？红儿？他皱了皱眉，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眨了眨眼问，你吃醋了？吃醋？哼，我是吃醋了，不过我只是不置可否地看了他一眼，关于吃醋与否，我是不会承认的。他笑得越发灿烂，我不就是看他跳的舞奇特才多看了2眼了吗？再说我看他也是关注你啊，我想这么美的舞肯定是你教他的。这小子现在讲起甜言蜜语一套一套的，让我虽知他是在拍马屁，心里却仍然甜丝丝的。我的嘴角忍不住向上扬起一个弧度，他眼中带笑，得意地看着我。我一怔，忙收起笑意瞪了他一眼，你还狡辩？他见我的态度突然来了个80度大转弯，连忙一本正经地看着我，苦着脸说，好吗好吗，算我错了，不该看红儿的。什么叫算你错了？本来就是你错了。本来就是我错了，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他谄媚地凑上来，被我用手挡开，但他的样子搞笑，我想板脸都板不起来了，只好非常没骨气地原谅了他。他见我终于笑了，才又重新活络起来，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了昨天他把玉佩和花瓶当作新年礼物送给皇上皇后的事。他说的绘声绘色，让我好像亲眼所见了一般。他说子时过后，皇宫里放了震耳欲聋的炮竹，每个宫殿上方都回荡着炮竹的声音。父皇陪着母后在他的临福宫放了炮竹，还点了礼花。上官玉似乎对礼花情有独钟，不断说着礼花是如何漂亮，如何耀眼。我会意的微笑，我这个现代人每次看到礼花，心中都会被她的美丽所震颤，更别说她这个古人了。礼花这个一瞬间爆发出所有美丽光环的东西，怎能不让人心动？第32章虚惊舞。我非常有耐心地听他说完了礼花，将话题转到了他准备的礼物上。我记得那天把礼物给他后，他惊喜了好一阵，说民间的工艺完全不亚于宫内的水平，乐颠乐颠的就抱着东西回去了。之后东西在宫里怎样了，他没说，我就不知道了。所以当他重新说起礼物时，我听得格外认真，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哀。他看了我一眼，眯了眯眼，继续道，放过炮竹后，我就决定趁这个机会送礼物了。我呈上了玉佩和花瓶，父皇看了看玉佩，好久脸上没什么表情。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只好向母后求救，然而母后只是盯着我给她的花瓶看，对我也是毫无反应。他说到这里顿了顿，神色有些迷茫。我忍不住吸了口气，不会吧，莫非皇上和皇后嫌这2样东西太普通，心中不高兴了？还是没看出其中的奥秘来？上官玉表笑心没达到他的意思。我暗想着，的确有这个可能，玉佩和花瓶在宫里哪里没有？上官玉大过年的郑重其事的送礼物，送了半天就送了这2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东西。皇上皇后定是空欢喜一场，心生不悦了。我生怕皇上会发火，忙心急地问，那你跟他们解释原因没有？以至于情急之中，根本没注意上官玉的嘴角露出的一丝窃笑。他一脸苦相地看着我，灰心道，父皇很不高兴，说这么普通的东西也拿来送他，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母后虽然没说什么，可是我看得出来她也不高兴，好像有些失望。2样东西都没讨得他们欢心，所以我只好来这避一避了。你说皇上不肯听你的解释？上官玉刚刚说完，我下意识的就觉得这不太可能，皇上那么喜欢上官玉，怎么可能不听他一下解释就生气呢？而且大过年的，也犯不着为了2样礼物这么生气呀。我着急的想着对策，该怎么帮他挽回局面，
却忽然见他一副憋笑快憋到不行的样子，愣了下后猛地反应过来，这小子，我被他耍了。臭小子，你耍我！我毫不怜惜的一拳打到他身上，却被温暖的手掌一把抓住我的心，立刻急促地跳了2下，正了正没正开，不由得恼火地瞪向他。他看着我吹胡子瞪眼睛的样子，憋了许久的笑，终于再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吧笑吧，小心笑掉大牙，把外面的人招进来。我终于恶狠狠地挣脱开他的手，他这次倒也没强留，握了一下就松开了。说吧，皇上怎么表扬你了？我瞥着他，他心情愉悦，诧异地换了个坐姿，摸了下下巴，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你倒是非常了解我。我哼了一声，心想我不了解你，还有谁了解你？他见我一副你不是在说废话吗的表情，讪讪地收了笑意，老老实实的将那天接下来发生的情况告诉我。父皇拿了我的玉佩，真的是有一会没有讲话啊，也没有表情。他认真地看着我，表示这句话并没有骗我。我点点头，示意相信他，让他说下去。第32章，虚惊6。他看我一眼，继续道：父皇看着玉佩很久都没有说话，在我等的都快没耐心的时候，他才说玉儿果然用心，竟给朕寻来了这难得的福寿礼玉佩，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接着母后也说，玉儿竟然连我对青花瓷用的厌倦都发现了，虽然礼物不贵重，可是能有这份关心我的心已经很不错了，让我非常感动。说着他转过头问父皇，你说是吧，皇上？这皇后终于替自己儿子说话了。上官玉继续说，母后的一番话，父皇听得连连点头，看玉佩的神情越发专注。至此我才彻底放下了心，知道父皇不会生气了，母后也很喜欢这份礼物，所以你心情好的来打趣我。我冷冰冰丢出这句话，拿起桌上的杯子刚想喝水，忽然意识到水已经被他喝光了，只好悻悻地放下杯子，气呼呼地看着他。我就知道皇上怎么会轻易骂他的宝贝儿子呢，就算礼物送的不合心意或者怎么的，顶多就是不表扬了，大过年的骂他实在不太可能，亏我刚才还急得跟什么似的，他倒是一派轻松。对于我的话，他哈哈一笑，难得也要让你为我着急着急，不然我划不来爱。切，这人什么逻辑，老是拿我开刷。我扁了扁嘴，懒得理他，这么说算是虚惊一场了。哼，对你来说是这样，对我来说嘛，对你来说也一样。我飞快地抢白他的话，对他挑了挑眉。他的嘴角抽了抽，好吧，你说是就是吧。我没再接话，站起身朝窗外看了看，此时太阳已经升起了，刚才还朦朦胧胧的天顿时霞光万丈，纯白的云层笼罩在金色的阳光中，反射出要金色的光芒。我不适地眯了眯眼，疑惑道，你还不回去吗？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他跟着站起来，理了理衣服，暧昧地看了我一眼，被发现了也有你保护我，少自作多情。我瞪了他一眼，拿手去推他，你还是赶快走吧，快走吧。他被我推得往后退了2步，一把拉住我的手，低声笑起来，笨蛋，我得从后门走，不能走前门。难不成来时没被发现，回去时自己跑出去让人看见？啊！上官玉的话让我一怔，想了想明白过来，只有走后门，翻围墙出去，才不会被府里的人发现。我怎么傻兮兮把他往大门推了？不是明摆着让全府的人知道太子刚才在我房里？我讪讪地转了个身，把他往后门推去。那你快走吧。上官玉一边就着我的推力往外走，一边故作委屈道，你就这么急着赶我走？我用力推了推他，你就别废话了，赶快走吧，不然待会走后门都要发现了。他大概想想我没骗他，说了那句话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转身出了后门，飞身跃上围墙，几个转身之后，人便消失在围墙那头。我感叹上官玉的武功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好了，居然几个转身就不见了人影。小姐，小姐，你怎么在这？红儿一路从前门找过来，看到我正站在后门口望着围墙，不禁惊讶地问道。我收回思绪，朝他笑了笑，往房里走去，没什么，帮我洗漱吧。红儿愣愣地看着我，隔了好一会才跟着我进了房间。
第33章吉吉。新年礼物事件过去后不久，春天踏着轻快的步伐来了，众人都沉浸在春回大地的喜悦中。而与此同时，我们一家也迎来了我的吉吉大礼。因为古人对于女孩的吉吉礼看得非常重，行过此礼就代表着女孩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嫁人的意思。所以对于我的吉吉礼，老爹和娘非常重视。整个丞相府陷入迎春以及吉吉的双重喜悦中，老爹每天脸上带笑，与娘的话也多了起来。娘更是忙里忙外的为我准备吉吉所需的一切东西，老爹心情极好的配合他，夫妻两人达到了我来到这时空后从未见过的默契。我在一旁暗笑，也不去帮忙，故意把机会留给老爹。终于，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爹和娘把我吉吉要用的东西全部准备停当了，恭请宾客的请柬也全部发了出去。3月初3这天一大早，我自觉地从温暖的被窝爬起来，让红儿好一阵惊奇，说我是不是知道太子要来观礼，所以早点起来打扮。我白了他一眼，我有那么猴急吗？要不是娘在3关照我，上官玉奉皇上之命前来参加，必须要早做准备，不可出错，我用得着大清早的就心甘情愿地爬起来吗？红儿被我板了一眼，吐了吐舌头，转身朝门外喊了一声。我闻声抬头一看，顿时吓了一跳，我的房里一溜烟的进来一排丫头。你们？我惊讶地看着他们。红儿笑了笑，小姐放心，夫人说小姐今天举行吉吉大礼，这些丫头都是要服侍你更衣打扮的。要这么多吗？我略微数了下，大约有8个。红儿笑了笑，朝我走近2步，低声说：小姐你就放心吧，吉吉是大礼，8个人不算多，奴婢们马上给你打扮。说完招呼了一声，8个丫头立刻有序地朝我围过来，让我漱了口洗了脸，然后就开始了对我长达1个时辰的更衣打扮。大约辰时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一句期待已久的好了，小姐。透过镜中的自己，我看到自己的打扮只能用庄重2个字来形容。对于吉吉这样的大礼，是不需要如参加宴会般精巧华丽的妆容的。我仔细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对于自己看上去成熟很多的打扮挺满意，自己看上去的确像个女子，而不是女孩了。房外的门突然被扣响，传来娘的声音：玉儿，好了没有？我站起身，应了一句：好了。娘推门进来，乍一看到我的打扮愣了一下，随即连连点头，很好，很庄重。我也在心里点了点头，娘今天的衣服绝对是盛装。看来女儿的吉吉礼，对作为娘的人来说也是非常重要。这时红儿走了过来，扶住我问：夫人，要不要扶小姐到前面去了？娘点点头，好，这就去吧。等到了前堂，香案已经摆放在场地中央了，上面挂着轩辕皇帝像，下面的香炉上燃着袅袅青烟。另外，在香案前侧方还放了2张席，上面放着软垫，是为娘和正宾准备的；北端和西侧各放饰1张，则是为乐者准备的。至于场地中央的那张，便是为了我行礼时铺的。我想到前侧方那张主宾席，不就是为今天来宾身份最高，代表着皇上来的上官玉准备的吗？那我待会等于要跪他，这会不会有点滑稽？因为宾客还没有来全的关系，娘让我先在行吉吉里的旁边一间屋子坐着，等着陆续而来的客人。大约辰时末的时候，娘派人把我叫了出去。我知道仪式是在4时1刻举行，所以这个时间宾客已经全部到了。第33章吉吉2。仪式开始，娘先走到大门口迎接了今天的主宾上官玉。等他和娘率在前侧方就坐后，其他宾客才分成2排进入前堂。然后我在丫头的引导下走到香案前，听主宾先讲了一段祝词，我向他叩谢。我看到我向上官玉拜的时间，他的眼中充满不易察觉的好笑感觉。我牵了牵嘴角，用眼神告诉他，你不是也经过了弱冠之礼，有那么好笑吗？拜完祝词人，我开始祭酒，然后跪到席上，开始拜中国的第1个皇帝轩辕皇帝。不得不说，古人的吉吉大礼真的是非常繁琐，中间有非常多的步骤。
要不是我之前把这些顺序好好背了几遍，恐怕现在这么多人在场，我就要紧张的忘记接下来该干什么了。拜完了轩辕，只是帮我把女子的发簪戴到头上。因为古代女子在用发簪的时候很有讲究，哪些是女孩可以用的，女子不能用的，哪些是女子可以用的，女孩不能用的，都有明确的标准。今天执事给我戴了女子的发簪，就说明以后我可以用女子华美的簪子了，也可以嫁人了。戴完了簪子，仪式差不多结束了，娘离席开始向宾客敬酒，宾客随意给一些钱。这些繁琐的程序整套完成下来，足足用了1个多时辰。我穿着庄重的衣服，举止言行都要非常小心。因为今天行完这个礼，就代表我成人了，我必须有一个成年人应有的礼仪，不能再像孩子一样想玩就玩，想疯就疯。在人前我要约束自己，人后也不可太放肆。哎，我长长的叹了口气，有时长大真的是件很麻烦的事。办完及笄礼，我已经算是女子了，所以皇宫又接着忙起了另外一件大事，我和上官玉的大婚。3月初10这天，皇上特意找了个空闲的时间，把老爹和娘招进宫去，告诉他们他已经看过了黄历，还请算命先生算过了我和上官玉的八字，确定5月初5这天为我们结婚的大好日子。皇上觉得这天很好，跟老爹和娘商量在这天把我和上官玉的婚事办了。既然皇上亲自开口，老爹和娘自然满口同意，一起高高兴兴地为我们的婚礼出谋划策。之后，皇上还让老爹和娘在宫里留饭，我一直等到卯时，他们才从宫里回来。娘当晚就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因为我早已知道自己和上官玉的婚约，所以对于什么时候大婚也没有特别的惊讶，只是心中突然有了期待。5月初5，离那天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了，我马上就要和上官玉完婚了吗？那天晚上，我陷入一种痴傻的状态，回忆着和他认识以来的一点一滴，越想越觉得这个人傻的时候傻得让人发笑，精明的时候又让人恨得牙痒痒。他的专一迁就又让我感动得心灵震颤。能嫁给这样的一位夫君，我应该很满足，很知足了。翌日，就在以娘为首的丞相府开始为我的婚礼忙碌起来了。真难为娘前2天刚刚为我的及笄礼忙过，之后的2个月又要为我的婚礼忙碌。相比及笄，娘和老爹2个人还忙得过来，但我的婚礼就不一样了，事情非常多。因为是和皇家联姻，该有的礼数一样不能少，该请的客人一个不能漏，该准备的东西一大堆，所以府里的夫人丫头们都跟着忙碌起来。第33章及笄3，娘是总指挥，什么都要管。2夫人忙着估算所有的客人，3夫人和5夫人罗列出各种需要的东西，分别带着丫头上街去买，好像只有我这个当事人倒是什么事都没有，也没人让我干。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准备我的婚礼，我这段时间实在是闲得无事可干，又看娘忙得实在辛苦，便想帮她做些什么。谁知我的话刚刚说完，她立刻拒绝我，快要当新娘子的人了，这段时间把自己保养保养好，这些操心的事情就让娘来弄吧。之后我几次提及想要帮她的事，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结果，最后我终于知道说也没用，娘是不会要我帮忙的，便不再说了。只是听了他的话，好好保养，早上做做瑜伽，下午让丫头给我做个全身体按摩，外加熏香润肤，然后多下来的时间悄悄问一下红儿准备的怎么样了，要是娘有什么忘记或者忽略的事情，我就帮她办了。因此常常等到娘想起什么事忘了后查看，却发现事情已经办好了。几次之后，她知道是我在后面帮忙，也没有再阻止。于是我就以这样奇特的一种方式给娘打着下手，倒也帮了不少忙。日子总是过得很快，天气渐渐转热，温暖的春天逐渐过去。初夏的凉风伴随着越来越临近的喜庆日子，显得格外热闹起来。我发觉以往飞快的2个月，这次似乎过得特别漫长。红儿笑说这时越期盼日子越慢，我虽然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急于嫁给上官玉，但是仍然觉得有些道理。大婚前半个月，皇家的聘礼下来了，整整10几箱东西，来了一大堆小太监搬东西。
老爹自然对送东西来的太监总管客气至极，邀请他到大厅坐坐，因为他代表的是皇上。大总管客气地感谢了一句，就跟着老爹往大厅去了。老爹问了问宫里准备的怎么样了，大总管恭敬地回答说，皇后正在亲自操办太子的婚礼，整个东宫喜气洋洋，等到大婚那一天，必定气势恢宏，场面盛大。爹连忙客气地说了一句，有劳皇后了。大总管忙说这是应该的。我站在一旁，默不作声地听着爹和大总管的对话，心中了然。上官玉的婚事，作为亲生母亲的皇后必然会亲自操办，一则可以向臣子们显示皇恩浩荡，让我们感动不已；二则尽一个母亲应有的义务，对皇上来说又多了一份贤妻良母的好印象。老爹这么问，无非就是表面上关心一下进度，实际他清楚地知道，不管是谁操办，都会把这次的婚礼办得体体面面，风光无限。老爹又让大总管向皇后转达了我们一家对他的感谢之情，他都一一答应了。临走之前，爹还给了他一锭银子，他连声道谢，客气之前溢于言表。第34章代驾，送走了总管一帮人，爹和娘走到那些箱子前，饶是见过大世面的爹仔细看了看那些箱子，也不禁为之一振。只见10只紫金檀木的箱子整齐地排成2排放在地上，箱子上雕着富丽堂皇的牡丹，箱子的边缘都用打成长条的金子镶了一层金边，搭配着淡淡的紫色木料，显得华贵而大气。老爹盯着箱子看了一会，才走过去将箱子打开。伴随着娘的一声低呼，爹的脸上反射出箱中事物的颜色，而屋内的墙壁也一瞬间被照得金光闪闪。我立刻知道了这个箱子里放了什么，凑近一看，果然是满满一箱子金元宝，整齐地排在其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老爹接着又打开另外9只箱子，里面逐一分布着名贵的茶叶、绫罗绸缎的衣服、翡翠珠宝的饰品，以及各种珊瑚玉器的物件，件件做工精良，美轮美奂，似乎把天底下所有的奇珍异宝都搜罗了过来。而这些聘礼的价格可谓价值连城，令人咂舌。对于这些超奢侈的聘礼，老爹刚开始惊奇过后就恢复了平静，倒是娘啧称叹了许久。我看向老爹，他朝我呵呵一笑，又将视线转移到聘礼上，眼中渐渐弥漫上一层隐藏的极深的担忧。我有片刻的不解，随即看到老爹一动不动地盯在那些聘礼上，才猛地反应过来。自古以来的豪门大户都是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我们的丞相府如今和太子结亲，正是不断往上升的过程，而且老爹官拜丞相，若是哪天老爹的权力威胁到皇权，皇上必会除之而后快，而到那时，我们一家就会陷入满门倾覆的命运。老爹看得远，在上升的途中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这样的顾虑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真真实实的可能存在。何况我那个时空还历朝历代的都有见证。老爹一一过目了那些聘礼，又让我选出一部分中意的，然后将其他的一一盖上盖子，让奴才们搬到库房去。看完聘礼，老爹拍了拍我的背，眼中带着不带任何其他意思的由衷微笑。玉儿，你能嫁入皇家，是我们顾家最大的荣耀。我看着爹坚定的眼神，慢慢点了点头，在心里轻道：爹，我一定会成为最让你骄傲的女儿，绝不给你们添麻烦。爹仿佛明白了我的意思，眼神晃了一下，随即恢复平和，又跟我随便说了几句，才与娘一同离去。我看着桌上自己留下来的玉器、发簪和步摇，又看看爹和娘走出去的苍老背影，慢慢坐回椅子上，脑中有些混乱。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离大婚只有7天了。娘把一切东西准备停当，皇上的旨意也在那天跟着下来了，大致就是希望这次的喜事能够办得顺顺当当，和和美美。爹再次满脸含笑地招呼宣旨的公公去厅里喝杯茶，公公也是十分给面子，两人一路客气着过去了。我看着公公的背影，想到我跟上官玉自从那次集机里见过面后就没再见过面，心里的思念竟有些泛滥成灾。因为古代的规矩，结婚之前夫妻双方是根本不知道对方长得什么样的，
而我们是皇上赐婚，所以虽然知道了彼此是谁，但是大婚前2个月，皇上说什么还是禁止了我们见面。这2个月下来，让我对他的思念愈加浓烈，我都怀疑皇上是不是故意不让我们见面的，好让我们极度思念对方，然后在大婚当天如胶似漆，难舍难分，上演一出只羡鸳鸯不羡仙的戏码。第34章代价2。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停，我这是在想些什么？居然会想到那里去，真是越来越不纯洁了。都是上官玉那小子害的，整天跟我胡说八道，让我跟着胡思乱想。我猛地灌了一大口水，试图平复下急躁的心情。于是5月初5，就在我期盼又抗拒的转换中，缓缓而来。这天，天刚蒙蒙亮，我就已经醒了。也许是知道今天是自己大婚的日子，我昨天整晚上的睡眠都非常浅，保持着一种一觉就醒的状态。但是在大约寅时末的时候，我还是彻底醒了，而屋外的丫头此时也是刚刚起床，为了怕打扰我，动作非常轻缓。我怕我此时起来又会被丫头一阵苦劝再睡会，索性翻了个身，勉强自己闭上眼睛再睡上片刻。偏偏这时脑子不配合，清醒的要命，我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了好一会，始终没有睡意。要知道，当一个人一点睡意都没有，彻底醒了的时候，再躺在床上装睡，那是件多么痛苦的事。我极力控制自己，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半炷香的时间后，终于还是没忍住，没惊动任何丫头的自己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等到我简单的穿好衣服走到门口的时候，执勤的翠儿看到我怔了一下，讷讷地问：小姐，你怎么起来了？我笑了笑，朝她撒了个谎，昨天睡得太早，所以今天醒得也早。睡不着了，索性起来透透新鲜空气。翠儿一脸惊奇地看着我，须臾之后果然开始劝我，可是时间还早着呀，小姐起来也没什么事，不如还是回床上再去躺会儿吧。我摇了摇头，心道我就是在床上躺了半天睡不着才爬起来的，现在要我再躺回去，我不是在闹着玩吗？我不睡了，你让红儿给我准备洗漱用品和早饭吧。我径自吩咐了翠儿，不再过多的纠缠于这个问题。翠儿看了我2眼，似乎还想劝我什么，可是犹豫了片刻后，还是顺从的不再说话，乖乖的出去找红儿了。红儿刚一进门，可就不像翠儿那么乖顺了，她进门就喊：小姐你起来了。我坐在梳妆台上为自己梳头的手一顿，头也没回的嗯了一声，她快步走过来，气也没喘的就问：小姐你这么早起来干嘛？赶快回床上再躺一会，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要漂漂亮亮的出嫁才可以，别让皮肤暗黄了。啥？我早起来一天，皮肤就暗黄了？我们现代还早睡早起身体好呢，这是什么怪论？我不雅地瞥了他一眼，拿起梳子继续梳头，嘴上笑道：你现在怎么跟个小老太婆似的，娘都没你管得多。红儿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我敢肯定，要是我是丫头，她是小姐，她就会直接把手戳到我的太阳穴上了，然后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说：我这是为你好哀。我想象着红儿白发苍苍的时候，用手指戳着某个孩子的太阳穴，无奈说话的口气，忍不住就扑哧一声笑出来。红儿看到我这样，大概被气得无语了，拿过我手里的梳子，没好气道：奴婢给你梳头。你早饭给我准备了吗？要是没有的话，先去弄早饭吧。我心情愉悦，决定试试红儿的忍耐力。这丫头给我梳头的手顿了下，瞥了眼镜中的我，仿佛在努力克制下情绪，干巴巴道：已经吩咐下去了，梳好头东西就可以来了。第34章代价3。哦，红儿这速度还蛮快的嘛。我点点头，看来这丫头的忍耐已经快要到极限了，要是我再逗她下去，恐怕她不发飙也得发。我决定不再逗她了，等着她给我梳完头漱口吃早饭，那丫头却突然自顾自地笑了起来。我莫名其妙地看着她，莫非刚才被我玩过头了，精神失控了？你笑什么？我疑惑地看着她。红儿笑了几声，通过镜子暧昧地看向我，奴婢知道小姐为什么这么早就起来了。我挑了挑眉。红儿笃定地看着我，因为今天是小姐的大喜日子，
小姐肯定急着想见太子殿下，心急火燎的，自然睡不着，只好早早爬起来了。他说完，又咯咯地笑起来。我愣了一下，脸上疼得一红，这丫头居然调侃起我来了。我假装生气地拍了下她的手，猛地起身去挠她的痒，嘴里恨道：“你这丫头，净胡说，坏我名节。”红儿笑着躲避我的手，嘴上却是不饶人：“小姐不讲理呀，奴婢说的可是实话啊，难道你不急着嫁给太子殿下？”死丫头，你还说我听出红儿话里的意思，暗指我当然急着嫁给上官玉，顿时羞得满脸通红，拔腿就去追她。这丫头的话要是被别人听去了，我以后就蒙个面过日子吧。不过好在我手长脚长，那丫头一边要笑我，一边还要躲我，加上个子又小，脚下自然没我快，跑了几步就被我抓住了。我捉到对象，阴险地看了她一眼，红儿自知难逃厄运，哭丧着脸看着我，想用可怜打动我。我可没那么怜香惜玉，下手无情，狠狠地挠了她痒痒。红儿被我挠得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连连求饶：“好小姐，你饶了我吧，奴婢再也不敢了，不敢了！”啊哈哈哈！我看着红儿被我挠得笑得满脸通红的样子，心里终于解气，松开抓着她的手，趾高气昂地看着她呼呼喘气的样子，恐吓着问：“以后还敢不敢乱说了？”“不敢了，不敢了，奴婢错了。”红儿求饶求得跟什么似的，连连摆手。我满意的嗯了一声，重新将梳子递回他手上：“那帮我继续梳头吧。”他一脸郁闷的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梳子，在我高强压的注视下，乖乖拿起梳子继续帮我梳头。因为待会要梳新娘头，所以为了方便行动，我只让红儿先帮我扎了一把辫子在身后，然后洗漱吃早饭。等到早饭吃完，这天才算大亮。我走到院子里，看着满目的红，以及本来这个时候府里才刚刚有人走动的院子，可是今天因为我的大喜日子，整个府里已经人来人往了，心里莫名就有种悲伤的感觉。我一一扫视着门梁、长廊、窗户，目之所及，到处都悬挂着大红的绸子，大大的喜字贴满了每一扇大门，每一个窗户，映衬着初夏早上的第一缕阳光，散发出金红色的光芒。悲伤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我要离开这里了吗？离开这个我虽然只待了短短2年，和真正顾彩月的父母也只相处了2年的府邸。等到真正要分离的时候，不舍的感觉还是刺痛了我的心。我彷徨地看着这熟悉的一切。第35章梳妆。我有些茫然地站在庭院里，想着当初出来这个时空的时候，害怕这里腐朽的制度会压制自己的性格，不小心丢了小命，没想到却那么幸运地落在了丞相府，还碰到了上官玉。老爹的保护和上官玉的宠溺，都让我进入了一个最安全的区间，2年的时间过得平平安安。如今快要进入皇宫，虽然没有了老爹如保护伞的保护，我倒并不害怕，只是不能再一直见到爹和娘，怅然是肯定的。玉儿，你怎么在这？娘的声音自远处传来，我忙收回惆怅的思绪，换上一副笑靥转过身去，娇嗔地叫了一声娘。娘身着一身喜色的衣服从门外走进来，脸上带着笑容，语气宠溺地问：“你怎么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发呆？”我淡淡地笑了笑，不愿提及刚才自己想到的话题，遂转开话题问：“娘找我有什么事吗？”话音刚落，娘刚才还满脸笑意的脸上笑容顿时收敛。我心中一急，以为自己问错了什么，忙拉住她的手，急道：“娘，你怎么了？是不是我说错了什么？”“不。”娘反手握住我的手，神色凄迷地看着我，语气却是有些激动：“娘只是想到今天你要出嫁，特意再来看看你。娘舍不得你。”娘的话让我的喉头一时也有些哽咽，刚才试图压下去的念头再次被提及，我不知该怎么回应她，唯有拍了拍她的手，扶着她往自己房间走去。我们回房再说，这里人来人往的太扎眼。娘看了看周围，朝我点点头，于是我们2个携手往我房间走去。进入房间，满目的红色再次让我心脏一缩，我挥退了所有丫头，将门关上。
娘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像要把我的样子深深刻在脑海中。我被她看得窘迫，不自在地喊了她一声。娘收回定在我脸上的视线，朝我招了招手：“月儿，你过来。”我听话地朝她挪过去，待我挪到她面前，她将我拉到旁边坐下，手无意识地抚着我的手，不知是对我说话还是自言自语。昨晚我一晚上没睡着，想到你今天就要嫁给太子了，心里就空落落的。月儿，你能嫁给太子，娘应该替你高兴的，可是娘这心里不知怎么的，就是难过的紧。你说到最后，她已经说不下去了，犹自闭了闭眼，睁开后默默地盯着地面，一时说不出话来。我漠然地咬了咬唇，知道她内心的挣扎。唯一的女儿要出嫁了，而且还是嫁去皇宫，皇宫规矩多，不像普通百姓家，母女要见面随时都可以见，皇宫要见上一面还得经过皇帝批准，一个程序下来，没有个3-2天是没有结果的，时间长得很。不过见面虽然困难，我却是嫁给了这个国家仅次于最高统治者的儿子，这个还是让娘欣慰的地方，所以她会挣扎。她沉默了半晌，忽然笑道：“你看我，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我却说这些话。娘，我鼻子一酸，饶是对这里的亲情在戒备，心里也是放松了下来，不由自主的就靠到他的肩上，低低的喊了一声。其实我想说，你想说就说吧，女儿要出嫁了，当娘的心里总归又开心又舍不得的，连我这个认为人情冷漠的人都无法不动容，更别说这个身体的原本主人是你的亲生女儿了。此次出嫁，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上一面。”第35章梳妆2。我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抬眸凝视着窗外的天空，天空碧蓝如洗。娘与我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直起身拍了拍我的背：“好了，悲春伤秋过了就好了，赶快梳妆打扮吧。我也要到外面去迎接客人了，他们不久都要来了。”娘站了起来，我一下失去倚靠，顿觉空落落的，有好一会愣愣地看着她没有反应。娘见此情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口气无比认真道：“你嫁进宫后，要好好跟太子过日子。娘看得出，太子殿下是非常喜欢你的，只要你们好好相处，他绝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知道了吗？”我第一次看到娘用这么认真的态度给我提醒，竟然正在那里半晌没有反应。直到她推了推我，又问了一遍：“我跟你说的话知道了吗？”才回过神来，慢慢点了点头，换来她一句：“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出去了，等下让喜娘来给你打扮。”留下这句话，娘出去跟老爹一起招呼即将到来的客人了。我独自坐在椅子上发呆，直到红儿敲了敲门，提醒我喜娘来了，我才知道我这是真的要离开这个府了，去过我另一个生活。顾小姐。喜娘恭敬地给我行了个礼，我微笑着颔首让她起来。那奴婢给你梳头吧。我点点头，坐到镜子前。喜娘招呼了几个丫鬟给她打下手，几个丫鬟就在我身边忙开了。梳、分、扎、盘、绕，娴熟的手法，看得我眼花缭绕。香金东珠不摇，翡翠攒花簪子。喜娘一边梳着我的头发，一边报着各种花俏的名字。我是听得云里雾里，只听见一个个名字灌入耳中，丫头却是丝毫不乱地将喜娘要的东西一一递过去，配合非常默契。大约2炷香的时间后，喜娘终于给我盘好了头发，我让丫头又给我拿了一面铜镜，靠着2面镜子的折射，仔细看了看脑后的头发。果然是喜娘做多了，手艺也非常精巧。只见一簇盘成拢花髻的乌发纹丝不动地固定在脑后，旁边插了2根镶金凤珠簪，耳后又别了一朵媚而不艳的大红牡丹，整个新娘头梳得清新而华丽，给人一种空灵脱俗、张扬而又洒脱的感觉。喜娘看我满意的直点头，含笑道：“待会儿再化个妆，小姐定然艳压群芳。”一旁的翠儿听着咯咯地笑起来，瞥了眼喜娘道：“我家小姐现在就是艳压群芳啊。”喜娘一愣，回过神来看了我2眼后，连连点头：“对对对，顾小姐生得如此花容月貌，即使不梳妆打扮，也是艳压群芳哎，那是当然的。我跟你说啊，我家小姐走在街上，
翠儿开始絮絮叨叨说起了我的一些趣事，喜娘一边听一边不时地附和她2句。我听着她和喜娘一来一往拍马屁的聊天，要是往常早就笑笑他们又在拍马屁了，但是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听到这样的话特别高兴，当即大方地赏了他们1人1锭金子，把他们惊得半天合不拢嘴。旁边的丫头们更是个个羡慕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盯在那锭金子上，没想到他们有那么好的运气，调侃着要他们请客。我看着一屋子的欢声笑语，自己的嘴角也不禁向上扬起一个弧度，这样的欢乐，在这样的日子里，真好。心里的不舍似乎慢慢褪去了，转而是一种对新生活的向往。我可以和心爱的人住在一起，我会幸福，府里有这些丫头们陪着爹娘，他们也不会太寂寞。第35章，梳妆3，释然了，我的心情明快起来。翠儿和喜娘一番聊天结束，喜娘客气地说：“小姐，奴婢给你化妆吧。”我应了声好，转身在镜前重新坐好。喜娘拿出各种化妆用品，抹开胭脂，拿起眉笔，打开凤仙芝的瓶子，仔细地开始给我上妆。化妆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化新娘妆的时候，细节之处都要注意，要体现出喜娘的美和喜。喜娘先在我的脸